承认错误不代表你失败了。青年，那么如果当面受到了人格攻击的话，应该怎么办呢？要一味的忍耐吗？哲人不忍耐这种想法本身就表明你依然拘泥于权力之争，而是要对方的行为不做任何反应。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青年，不上挑衅之当这种事情，有什么容易做到吗？原本您是怎么说到要控制怒气的呢？哲人，所谓控制怒气，是否就是忍耐呢？不是的，我们应该学习不使怒气这种感情的方法，因为怒气终归是为了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青年，哦，这太难了。哲人，首先希望你能够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发怒是交流的一种形式，而且不使用发怒这种方式也可以交流。我们即使不使用怒气，也可以进行沟通以及获得别人的认同。如果能够从经验中明白这一点，那自然就不会再有怒气产生了。青年，但是即使对方明显找茬挑衅，恶意说一些侮辱性的语言，也不能发怒吗？哲人，你似乎还没有真正理解，不是不能发怒，而是没有必要依赖发怒这一工具。易怒的人并不是性情急躁，而是不了解发怒以外有效交流工具，所以才会说不由得发火之类的话。这其实是在借助发怒进行交流。青年，发怒之外有效交流。哲人，我们有语言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要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具有逻辑性的语言。青年，的确，如果不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的这种对话也就不会成立了。哲人，关于权力之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无论认为自己多么正确，也不要以此为理由去责难对方，这是很多人都容易陷落进去的人际关系圈套。青年，为什么？哲人，人在人际关系中一旦确信我是正确的，那么就已经步入权力之争。青年，仅仅是认为自己正确就会那样吗？不，这太夸张了吧。哲人，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方是错误的。一旦这样想，辩论的焦点便会从主张的正确性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方式。也就是说，我是正确的这种坚信意味着坚持对方是错误的，最终会演变成所有必须获胜之类的胜负之争。这是完完全全的权力之争吧？青年，原本主张对错对胜负毫无关系。如果你认为自己正确的话，那么无论对方持什么意见都应该无所谓。但是很多人就会陷入权力之争，企图让对方屈服。正因为如此，才会认为承认自己的错误就等于承认失败。青年的确有这么一方面，哲人因为不想失败，所以就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结果就会选择错误的道路，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退出权力之争，这些都不是失败。追求优越性并不是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来完成的。青年，也就是说，如果过度拘泥于胜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哲人，是的，眼睛模糊了，我只能看到眼前的胜负，就会走错道路。我们只有摘掉竞争或胜负之争的眼镜，才能够改变完善自己。人生的三大课题：交友课题、工作课题以及爱的课题。青年，但是还有问题，就是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那句话。的确，自卑感是人际关系中的烦恼，而且我也非常明白自卑感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对人生不是竞争这一点，从道理上也承认。我无法把他人看成伙伴，总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把别人想成是敌人，这一点也的确如此。但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阿德勒那么重视人际关系，甚至用一切这样的词来形容？
这人际关系是一个怎么考虑都不为过的重要问题。上次我就是说，你所缺乏的是获得幸福的勇气，这样的话，你记得吧？青年即使想忘也忘不了啊。哲人，那么你为什么把别人看成敌人而不能认为是伙伴呢？那是因为勇气受挫的你在逃避人生的课题。青年人生的课题，哲人是的，这非常重要。阿德勒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方面和心理方面都提出了相当明确的目标。哦，那是什么样的目标呢？哲人首先，行为方面的目标有自立和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两点，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是我有能力，以及人人都是我的伙伴，这两种意识，青年、启明等等，我得做一下笔记。行为方面的目标有以下两点：一、自立；二、与社会和谐共处。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也有以下两点：一、我有能力的意识；二、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哎呀，我能够明白其重要性。作为个体自立，同时能够与他人及社会和谐共处，这好像与我们之间的辩论内容也紧紧相关。哲人，而且这些目标可以通过阿德勒所说的直面人生的课题来实现。青年，那么人生的课题又指什么呢？哲人，请从孩提时代开始思考这个人生这个词。孩提时代，我们在父母的守护下生活，即使不怎么劳动也可以生存下去。但是很快就到了自立之时，不能继续依赖父母，而必须争取精神性的自立，这一点自不必说。即使在社会意义上也要自立，必须从事某些工作。这里不是指在企业上班之类的狭义上的工作。此外，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关系，当然也会与某人结成恋爱关系，甚至还可以发展到结婚。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又会产生夫妻关系，一旦有了孩子，还会出现亲子关系。阿德勒把这些过程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分为工作课题、交友课题和爱的课题这三类，又统称为人生课题。青年，这里的课题是指作为社会人的义务吗？也就是类似于劳动或纳税之类的事情。哲人，不，请你把它理解为单纯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有距离和深度。为了强调这一点，阿德勒也曾使用三大羁绊这样的表达方式。青年，人际关系的距离和深度。哲人，一个个体在想要作为社会性的生存下去的时候，就会遇到不得不面对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人生课题。在不得不面对这一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是义务。青年，哦，具体来讲讲呢？哲人，首先我们从工作课题来考虑，无论什么种类的工作，都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例如，我平时都在这个书房中写书稿，写作这项工作的确是无人能够替代，必须自己完成的作业。但即使如此，也只有了编辑的存在，以及装订人员、印刷人员和经销或书店人员的协助，这样工作才能够成立。原则上来说，根本不可能存在不需要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工作。青年，广义上来说，也许如此。哲人，不过如果从距离和深度这一观点来考虑的话，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门槛最低。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因为有着成果这一简单易懂的共同目标，即使有些不投缘，也可以合作，或者说必须合作。而且因工作这一点结成的关系，在下班或者转行后，就又可以变回他人的关系。青年，的确如此。哲人，而且在这个阶段的人际关系方面出现问题的，就是那些被称为自闭的人。
青年，哎，请稍等，先生，您是说他们并非不想工作，或者拒绝劳动，只是为了逃避工作方面的人际关系才不想去上班？哲人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暂且不论，但核心问题就是人际关系，例如为了求职而发出简历，面试了却没有被任何公司录取，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思来想去便开始怀疑工作的意义，或者在工作中遭遇重大失败，由于自己失误导致公司遭受巨额损失，眼前一片黑暗，于是开始讨厌再去公司上班。这些情况都不是讨厌工作本身，而是讨厌因为工作而受到他人的批评和指责，讨厌被贴上你没有能力或者你不适合这个工作之类的无能标签，更讨厌无可替代的我的尊严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浪漫的红线和坚固的锁链。青年，我一会儿再反驳您。接下来所谓的交友课题又是指什么呢？青年，这个指脱离了工作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朋友关系，正因为没有了工作关系那样的强制力，所以也就更加难以开始和发展。青年啊，是呀，如果有了学校或者职场之类的场合，也还可以构建关系，但是也只是限于那种场合的表面关系。但是如果进一步发展成朋友关系，或者在学校和职场之外的地方交到朋友，这实在非常困难。哲人，你有可以称得上是知己的朋友吗？青年，有朋友，但是要说能称得上知己的，哲人，我曾经也是这样，高中时代的我根本不想交朋友，每天都独自学习希腊语或德语，默默地研读哲学书。对此非常不安的母亲曾经去找班主任老师谈话，当时老师好像说不必担心，他是不需要朋友的人。老师的语气给了母亲和我极大的勇气。青年，需要朋友的人，是吗？那么，先生，您高中时代一个朋友有没有吗？这人不，只有一个朋友。他说没有任何应该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结果就没有上大学。听说他在山上隐居几年后，目前在东南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不过我感觉现在再次见到他，也能够像那个时候一样交往。很多人认为朋友越多越好，但是真的如此吗？朋友或熟人的数量没有任何价值。这是爱，这是与爱之主题有关的话题。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关系的距离和深度。青年，我以后也可以交到好朋友吗？哲人，当然可以，只要你变了，周围也会改变，必须要有所改变。阿德勒心理学不是改变他人的心理学，而是追求自我改变的心理学。不能等着别人发生变化，也不要再等着状况有所改变，而是由你自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青年，哲人，事实上，你这样到我的房间来拜访，而我就可以得到一位你这样的年轻朋友。青年先生，您是说我是您的朋友？哲人，是的，不是这样吗？我们在这里对话，不是咨询辅导，我们也不是工作关系，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位无可替代的朋友。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青年，你是说无可替代的朋友吗？不，现在我还不想考虑这一点，咱们继续吧。最后的爱的课题是指什么呢？哲人，这一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所谓的恋爱阶段，另外一个就是与家人的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在工作、交友、爱这三大课题中，爱之课题恐怕是最难的课题。例如，当由朋友关系发展成恋人的时候，一些在朋友之间被允许的言行就不再被允许了。具体来说，例如不可以跟异性朋友一起玩，有时候甚至因为跟异性朋友打电话，恋人就会吃醋，像这样距离近了，关系也深了。青年，是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哲人，但是阿德勒不同意束缚
对方这一点，如果对方过得幸福，那就能够真诚的去祝福，这就是爱。相互束缚的关系很快就会破裂。青年不，这种论调有不忠之嫌。如果对方非常幸福的乱搞乱活，难道也要对这种姿态给予祝福吗？并不是，哲人并不是积极的去肯定花心，请你这样想。如果在一起感到苦闷或者紧张，那即使是恋爱关系也不能称之为爱。当然能够感觉到，与这人一起可以无拘无束的时候，才能够体会爱，既没有自卑感，也不必炫耀优越性，能够保持一种平静而自然的状态。真正的爱应该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束缚是想要支配对方的表现，也是一种基于不信任的想法。与一个不信任自己的人处在同一空间里，那就根本不可能保持一种自然状态。阿德勒说，如果想要和谐的生活在一起，那必须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哲人 N 青年哲人，不过恋爱关系或者夫妻关系还可以选择分手。即使常年一起生活的夫妻，如果难以继续维持关系的话，也可以选择分手。但是亲子关系原则上就不可以如此。假如恋爱是用红色的线系起来的关系，那亲子关系就是用坚固的锁链连接起来的。那么自己的手里有一把小小的剪刀，亲子关系难就难在这里。青年，那么怎么做才好呢？哲人现阶段能够说的就是不能够逃避，无论多么困难的关系都不可以选择逃避，必须勇敢去面对，即使最终发展成用剪刀剪断，也要首先选择面对。最不可取的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止步不前。人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活着，只要在社会性的环境之下才能成为个人。那么，阿德勒心理学就把作为个人的自立和在社会中的和谐作为重大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呢？阿德勒说，在这里必须克服工作、交友和爱的三大课题。但是青年依然很难领会人活着必须面对的人际关系课题的真正含义。人生谎言教会我们学会逃避。青年，我的头又乱了。先生也说过吧，我之所以把别人看成敌人而不能够看成伙伴，是因为在逃避人生的课题，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哲人，假设你讨厌 A 这个人，说因为 A 身上有让人无法容忍的缺点。青年，是啊，如果是讨厌的人，那还真的不少。哲人，但是那并不是因为无法容忍 A 的缺点才讨厌他，而是你先有要讨厌 A 这个目的之后，才找到了符合这目的的缺点。青年，怎么可能？那我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哲人，为了逃避与 A 之间的人际关系。青年，哎呀，这绝对不可能，即使再怎么想，顺序也是反的，因为他做了惹人讨厌的事儿，所以大家才会讨厌他，否则也没有理由讨厌他。哲人，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想一想，与处于恋爱关系的人分手的时候的情况就会容易理解了。恋爱关系或夫妻关系中，过了某个时期之后，有时候对方的任何言行都会让你生气，吃饭的方式让你不满，在房间里的散漫姿态令你生厌，甚至连对方睡眠时间、呼吸都让你生气。尽管几个月前还不是这样。青年，是的，这个能够想象得到。哲人，这是因为那个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继而正在搜集结束关系的材料，所以才会那样感觉。对方其实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自己的目的变了而已。人生就是这么任性而自私的生物，一旦产生了这种想法，无论怎样都能发现对方的缺点，即使对方是圣人、君子一样的人物，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对方值得讨厌的理由。正因为如此，世界才随时可能变成危险的存在。
人们也就有可能把所有的他人都看成敌人。青年，那么您是说我为了逃避人生课题，或者进一步说是为了逃避人际关系，仅仅为了这些我就去捏造别人的缺点？哲人是这样的，阿德勒把这种企图设立种种借口来回避人生的课题情况叫做人生谎言。青年，哲人这词很犀利吧？对自己目前所处的状况把责任转嫁给别人，通过归咎于他人或者环境来回避人生课题。前面我提到花脸红恐惧症的那个学生也是一样，对自己撒谎，对周围人撒谎。仔细考虑一下，这的确是一个相当犀利的词语。青年，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判定为撒谎呢？我周围都有什么样的人，之前又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先生，您根本一无所知吧？哲人，是的，我对你的过去一无所知，有关你父母和你哥哥的事情我也一无所知。不过我只知道一点，青年是什么？哲人，那就是决定你的生活方式、人生状态的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你自己这一事实。青年啊，哲人，假若你的生活方式是由他人或者环境决定的，那还有可能转嫁责任，但是我们是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责任之处就非常明确了。青年，您是打算要谴责我吧？我说我是一个骗子，一个懦夫，说全部都是我的责任。责人，请你不要用怒气来回避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阿德勒并不打算用善恶来区分人生课题或者人生谎言。我们现在应该谈的既不是善恶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勇气问题。青年，又是勇气吗？哲人，是的。即使你逃避人生课题，依赖人生谎言，那也不是因为你沾染了恶。这不是一个应该从道德方面来谴责的问题，它只是勇气问题。阿德勒心理学是勇气心理学。青年，最终还是勇气的问题吗？如此来说，先生，您上次也说过，阿德勒心理学是勇气的心理学。哲人，如果再加上这一点，就是阿德勒心理学不是拥有的心理学，而是使用的心理学。青年，也就是不在于被给予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去使用被给予的东西，那句话吗？哲人，是的，您记得很清楚吗？弗洛伊德式的原因论是拥有的心理学，继而会转入决定论。另外一方面，阿德勒心理学是使用的心理学，起决定作用的是你自己。青年，阿德勒心理学是勇气的心理学，同时也是使用的心理学。则然，我们人类并不会受原因论所说的精神创伤所摆弄的脆弱存在。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讲，我们用自己的手来选择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我们有这种力量。青年，但说实话，我没有信心能够克服自卑情节，即便那是一种人生谎言，我今后恐怕也无法摆脱这种自卑情节。这人为什么会那么想呢？青年，也许先生您的话是正确的，不，我所缺乏的肯定就是勇气。我也承认人生谎言，我害怕与人打交道，不想在人际关系中受伤，所以就想回避人生课题。正因为如此，才摆出了那样的借口。是的，就是这样。但是先生的话终归只是精神论吧，只不过是说那些你就是缺乏勇气，要拿出勇气来之类的激励的话，这就跟只会拍着别人的肩膀宣告说拿出勇气来之类的愚蠢指导者一样。可是，我就是因为振作不起来才烦恼的啊。哲人，总而言之，你就是希望听到具体对策，对吧？青年，是的，我是人，不是机器，不可能一听到拿出勇气之类的指令后，就像加油一样的去补充勇气。哲人，我知道了，但是今晚也已经很晚了，所以下次我再告诉你吧。青年，您不是在逃避吧？哲人，当然不是，也许下一次还要讨论一下自由这个话题。青年，不是勇气吗？哲人，是的，是关于谈论勇气的时候，
所不可提及的有关自由的讨论。请你也思考一下自由是什么。今天自由是什么？好吧，那么期待着下次见面。